同学们好啊！今天开始啊，我们来画这幅接近于斗方的这个观音啊，观音半身像啊，也不能说半身，是个头像。相信大家已经拿上这个稿子了啊，拿到这个稿子了啊。这个稿子其实当时啊，这个观音的大小啊，我是通过这个经书啊，经书的字体排版啊，然后确定的光影大小。其实同学们把这个画的稍微小一点也可以啊，也可以自己缩一缩。但是你缩了以后啊，这个就不能把它围成一个圈了啊，这个字体啊太小了以后不好抄啊，不好抄这个经文。我们今天这幅画啊，就是中间是一个这叫杨柳观音吧，杨柳观音的这么一个小的半身像啊，然后有点破圈的感觉啊，破圈的感觉。外面是心经啊，抄的心经，从最上面开始，观自在菩萨这个，从这里正的啊，从这里从右往左转，逆时针旋转啊，一行4个字啊，一共全部经书260个字。不想写字的，你就可以不写啊，就把中间的画出来啊就可以。我们画工笔的画，画工笔画的啊，这个抄经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那好了啊，像我这个稿子啊，有些就是像这个地方，我当时觉得小啊，然后画完了以后觉得小，又往大扩了一下啊，又往大扩了一下。这个稿子是在修改过程中，你们的底稿啊是没有这些的啊，你们的底稿是没有这些的。这幅画啊，墨色啊，注意这个墨色，墨色基本是以淡墨和中等浓度的墨为主，最重的墨啊，也就是中等偏浓，也就这点头发啊，这点头发，剩下的区域啊，基本以中墨甚至中等偏浓的墨为主啊，中墨甚至中等偏淡。所以整个画面啊，你们画的时候，不要给胡和老师画的过于的什么呢？啊，过于的重，尤其是五官都要用淡墨来描。我画的时候肯定是用浓墨来勾，这样的话底色它好那个什么啊，底色它在扫描的时候啊它好扫，你要淡墨的话它不好扫。然后就说一说这个纸啊，这个纸啊，我用的是这种仿古云母书宣啊，直接它就是仿古色。如果你们没有仿古书宣的话，就用藤黄啊，这个赭石加一点点藤黄啊，再加一点点这个墨啊，赭石加藤黄再加一点点墨，给它调出这种赭黄色啊，偏墨的赭黄色，然后淡淡的给它刷个3、4遍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要不然就是买上这个买一点就我觉得也合适啊。画佛像啊，一定要注意，画佛像这种仿古宣啊，它是很方便的啊，很方便，能省下你不少事啊，省下你不少事。所以啊，你们画之前啊也要注意，如果是你是白色的纸，那你就先刷底色啊，刷完底色以后啊，来到这一步，我们来勾线啊。勾线的时候注意，先从什么呢？啊，先从这个，先调2个墨色，一个是淡墨，一个是中等偏浓的墨。准备好我们的墨汁啊，准备好我们的墨汁，这个墨底儿啊，2盒墨。然后准备好手套啊，一定注意了，这个手套啊，手套给老师准备好，我这都在边上放着呢。然后拿出勾线笔，我们勾的时候啊，这幅画勾线的时间也挺长的啊。我们画佛像啊，画佛像总的来说，尤其是工笔重彩的这些佛像，总的来说，它这个勾线的时间，它占的比例非常多。你跟画花鸟不一样，画花鸟简单的画几笔啊，是不是就完事了？因为它佛像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啊，比如它有些什么饰品啦啊，有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文啦，尤其是这种画和书法相结合。我这个用的书法是瘦金书啊，瘦金书。
调淡墨很好，咱们从淡往浓了调。首先一个碟子里你滴几滴浓墨啊，然后加点几滴水调出浓墨来，然后由浓墨里面蘸点啊，蘸点。我这有刚才用完又剩下的浓墨碟子，再点2滴墨啊。这个调墨啊，有些同学到现在淡墨、中墨、浓墨啊，他都调不出来，调的每次交作业啊，他都有些同学这个淡墨啊，尤其是这个淡墨。总是调重啊，总是调重。你看，稍微点一点啊，往里面，哎，你看，来一点，这就差不多了啊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淡墨就差不多，稍微再来一点点。你这个水越少啊，这个淡墨的程度越深。哎呦，我这根勾线笔刚保养完啊，保养完，你看差不多，淡墨就是这样的啊，就这样调出来了。然后再加点水，这个碟子里，我们来调一个。哎，中墨啊，这基本就是个中墨。你看这个挂的这个杯壁，往下挂的这个杯壁啊，就是这个碟子的侧面。这基本啊，就是跟墨色差不多了啊。这个中墨，再来一点。调墨啊，一定别着急，上来就画，一定要调准确。哎，行，这就调好了。哎呦，这根不是我这个常用的高线笔，这是老的，这个是。稍微再加一点点，我觉得有点淡，因为它本身它是有那个不是白纸啊，它本身就是。行啊，这我就浓墨啊，中等偏浓，然后这再加点水啊，中等偏浓，中墨，然后淡墨，这就调完了。然后咱们把镜头拉近啊，有拷贝板你就用拷贝板。这个如果是你光画这个佛像的话啊，我现在蘸的是淡墨啊，你要是光画佛像的话，你这个画的这个时间啊并不长啊，可能就2个小时左右啊，2、3个小时啊，这个线条就勾完了。如果是你勾的这个连佛经也要抄啊，那你估计得照着10个小时去啊，照着10个小时去。先从中间开始啊，我们来勾莲花，低一点，好，稍微斜一点，钉头鼠尾的起笔。然后这里线条连接要紧密，交接的地方稍微停顿一下，是不是？来啊，我们再往下，再
调整一下它的焦距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把它抬起来，看一看这个淡墨的这个程度。啊，这就是淡墨的程度啊，不要太重了啊，不要太重。好，这就是一个额头上的一个莲花啊，莲花的后面啊是什么呢？是它的一个座啊，这个座啊我们就不能用淡墨了，由淡往浓的调啊，那就不用涮了啊。如果由浓往淡的调啊，它就要涮啊，涮一涮。笔中啊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水分啊，旁边放支餐巾纸啊，擦一擦，及时把笔中的这个笔肚子中的多余的水分给它吸走。你看这个就稍微的比它稍微重一点啊，稍微比它重一点。刚开始勾啊，你看我今天也是刚开始勾啊，比手还不太热，那你就勾的怎么样？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不要勾的那么快。它的周围是小球啊，这个小球，我看看，小球你就别给它用那个什么了，别给它用淡墨勾了，用中墨勾，用中墨勾，但是尽量啊，咱们勾的细一点，纤细一点。你看，从这里想细起来啊，一定要注意。首先，第一，笔中的这个笔肚子的这个水分不要太多，稍微干一点。第二，注意你线条的准确度。看到了吗？一点一点的，很细啊，就跟头发丝儿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它这个啊，这个珠子啊，你有些时候啊，你不想变墨色，然后又想它变得非常的这种，不想把它的颜色边缘啊刻画的非常的浓，你就适当的用这种稍微细的线条，但是注意线条和线条之间该衔接的地方啊，一定要怎么样衔接紧密。看有一根毛啊，它不听指挥，你看看这根毛非常长，哎，行了，出来了。然后这里少一块，这边其实应该再给它补一颗，底稿上头少一颗，我觉得应该补一颗啊，我觉得应该补一颗，然后才是两边的这种，这种大一点的珠子。
画这种佛像啊，你这个画佛像的时候，这个圈圈很重要啊，画圈圈很重要，画这个能控制住的圈圈啊，也就是看看啊，能控制住的圈圈，这就需要你经常的去画啊，这个经常的去表达了啊，经常的去表达。看稍微细一点，圈圈啊也要学会接线，两边接。这里的圈圈你要注意了，画的要谨慎一些，因为它在脸上啊，已经靠近了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中心了。我们任何一幅画啊，它都是有中心的。看看我们这个人物画啊，它的中心啊，基本都在脸上，尤其是佛像画。你就是饰品啊、衣服啊画的再好，你这脸一开，脸开坏了，开败了，这幅画呀也白瞎啊，也白瞎，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一到了脸的周围啊，就要万分小心。然后啊，一般不要上来就画脸，上来画一些无关紧要的啊。你像这他头上的饰品啊，这都无关紧要啊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这种新笔啊，或者是刚保养完的笔啊，这个需要，这个就不是这个。我看看啊，这个是中间这个是荷花，这个是需要真的荷花啊，这个是真的荷花，这个是这个其实啊，应该是，我给它设计成什么样的荷花呢？设计成金属的荷花，还是设计成这种真的荷花，还是假的荷花好看？想一想，还没想好。胡歌老师画画从来都是边画边想啊，创作的时候边画边想。用淡墨吧啊，这个要淡墨。淡墨注意了，先把这个笔涮干净，再在餐巾纸上把它蘸干了啊，然后你再去淡墨池子里啊碟子里给它什么呢啊，给它蘸啊，这样才能调出来，由浓往淡都是这样。对，这个我要画成这种真的画。钉头、鼠尾，虽然是鼠尾，但是衔接要紧密啊，很细的铁线描。这边和它交接一下，你看，这个就画完了啊。这个画完，紧接着左边还有一朵啊，它都是左右对称的。它这个画起来，这个线条啊，画的并不难啊，并不难。你们做好了什么呢？这种其他的你就跟着线条画就行了。
我相信啊，很多同学都已经看到这儿，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是不是啊？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都想画了啊，正常理解。但是啊，你们稍微前期啊这些画脸怎么画啊？这个刚开始的这种用线条画脸怎么画？我要演示呀啊！我要演示呀！我不演示的话，你们画错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不能我说给你演示一下，我就自己画去了。看好了，我这个基础线条的用法，你不管画什么，只是内容啊，但是笔法你不能，你是一样的啊。你看都是定头鼠尾，是不是啊？把这个定头鼠尾画完了以后啊，其他的是中等浓度的墨啊，给他把这个饰品画完。淡墨基本也就是这样了啊。然后注意了，它这个外面的这个金国啊，金国不让须眉啊，批的这个叫金国。金国我这个没把它处理成透明的啊，去处理成透明的更复杂啊，更复杂。这个耳朵呀、项链呀等等等，这节课我们就把它放过。金国就是白色的啊，白色的这个披着的披纱啊，我们给它用淡墨给它勾出来。现在还不到勾的时候啊，后期勾。我再演示一下啊，把这几朵花啊、球啊，这两个演示完了以后啊，其他都好说了啊，其他都没什么难度了，你就顺着那个线条勾就行。关键是我们来啊开脸，开脸的时候啊，头发就细一点，拿这个中等偏浓的墨一根一根的勾啊，这个也不复杂，主要是开脸用淡墨啊，用淡墨，像这种。尤其是这个眉毛啊，一定注意了，淡淡的墨给它，你一节一节的勾，你别一笔下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方法不会错啊，一节一节的下，淡墨啊，极淡的墨，哪怕勾错了，咱们后期都能怎么样？都能给你啊找补回来。你看，我就教给你们这么勾。是不是啊？就是淡墨啊，就是这么淡墨，一点一点的给它勾出来，一定要淡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淡墨啊这么勾啊，以后期慢慢加深啊，它是可以怎么样呢？这是虚进虚出，注意了，这是虚进虚出啊，可以找补回来。一定要注意啊，衔接用这种接线的方法。你说老师，我能一笔下来？能一笔下来最好啊，能一笔，我怕你们下不来呢，主要是。你看是不是啊？然后它的这个鼻子注意停顿一下啊，然后慢慢的变细。然后这里变细，这里再停顿一下，然后这里停顿变细，鼓起来的地方变细。然后我都看不清了，这里鼻眼啊，鼻孔画出来，鼻孔画出来，然后这里停顿，然后慢慢变细啊，这里转过去，虚虚的进，收回来，鼻子就这样画出来了啊，很细啊，然后淡墨啊，淡墨，然后眼睛。你就一节一节的啊，给它越往边缘越细。这种方法是最保险的啊，最保险的。最怕什么呢？有些同学一上来就给我用浓墨勾眼睛，好家伙，那真是啊！这里注意了啊，虚进虚出，虚进接线，虚出。那真是一笔毁所有啊！那真是一笔毁所有。你看这里，
对，泪腺，眼睛我这都看不见。你们有那个拷贝板啊，你们就用那个拷贝板，好不好？我这懒得用了。哎，你看两边，淡墨是为了什么用淡墨？因为为什么要用淡墨勾呢？你这个淡墨啊，勾出来啊，它这个你看这里，哎，从这里停一下，然后从这里再开始，哎，这里再停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从这个脸这里就高了啊，往高一点。淡墨就是为了你画错了以后，后期我们染色的时候好调整回来。你浓墨我调整不回来啊，是不是？这里你看，再继续接虚劲，我这个往上走，啊，一笔就下来了。能一笔下来啊，你们就一笔，但是最有把握的时候啊，不一定是一笔下。像这个嘴、人中，这都轻轻的来啊，越细越好。这个人中啊，越细越好。然后嘴是这样，先画中间的虚进虚出，蓝叶描，然后这个嘴角停顿、钉头、鼠尾啊，你看这里，这边钉头、鼠尾，然后再往上铁线描回，把上勾的这个嘴角给它勾出来，然后这才勾它的上嘴唇子。上嘴唇子，好，你看这个嘴就勾出来了啊。他注意方式方法啊，几笔下来了，但是这几笔啊也要注意。最后勾出他的下巴啊，下巴的话，虚进虚出，虚进中间笔往下摁，虚出。对，最后把他的三毫啊。3毫勾出来，这是它的脖子。3毫也是蓝叶描。看看啊，看不清。衔接1毫，2毫，然后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线条啊，有一个线条，然后最后我们这里啊，给它3毫，你看3毫也是淡墨，这基本该勾的就差不多了。最后把它的耳朵，好啊，耳朵，你看这不出来了。先把你看这个是最难的啊，这个是最难的。它的这个淡墨啊，把眼睛勾完啊，然后再往上，再往下，这个手，手勾的时候，虚进啊，这个手我们不陌生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指甲。对不对？虚进实出啊，实收，你可以翻着画啊，看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给它稍微的这里处理一下啊，不一定。看看啊，这里虚进。好，你看这个出来了，这里要学会这种接线，然后到这里停一下。对，
我们这个手指头就给它画出来了，很淡的墨啊，一点点的给它画出来。这边注意了啊，我们给它这是手掌的掌纹，手掌的掌纹啊，然后这几根指甲就好画了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的画啊，这个指甲也是画到这里啊，你看已经20分钟了。一般情况下啊，画到20分钟啊，我这个手就差不多就热开了。你看交接的地方回锋啊，铁线描。然后这个指头从这里，从这里过来。我这个稿子啊，没你们那个稿子准确。我这都有画错的地方，然后我还得修补啊。你们那个就直接是比较正确的，我都给修过了。然后看这个弯过来的，这里对不对？一根一根的画啊。然后这个柳枝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用淡墨钩啊，这个是浓墨的，我们给它让开啊，中等偏浓的墨啊，千万别让我误导。你看这里，给它把指头勾出来，这里是指甲。对，好，你看我们这个手就算是勾完了啊。注意前后的关系啊，中间的这是一个杨柳枝啊，杨柳枝的话，我再把它勾完。咱们这个怎么说呢？咱们这个观音啊，头像啊，演示就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最难勾的就这么几个啊，画人难画手嘛，是不是？把脸和手我都演示完了。这个柳枝啊，注意了，它有一个特征。你起码要注意根部和尖端啊，你要一样粗，要不然就是根部粗，尖端细，你别最后下面细，上面粗。要不然你就跟我这一样。跟我这个底稿完全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这叫双钩啊，这个双钩来说啊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，有一定。你们勾的时候要注意接线啊，像这个柳叶啊，注意啊，根部细，尖端粗，然后这个梗啊又要细，你看。
越往根部啊，它越粗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要注意这种变化啊！如果是画过花鸟的，跟着胡和老师画过花鸟的啊，你们对这个就比较轻松了。像这个啊，这一只，它们之间稍微带一点。看，看，这是它的梗啊，这是梗，然后钉头鼠尾越来越细。转过来，别写到字儿上啊，别画到字儿上。这里，越来越细。看这样画出来啊，好看，好看。看这个，这个我可以倒着画啊，这个尖端细，逐渐的。变粗，你看啊，尖端细啊，逐渐的变粗，然后这里的姿态，你看，梗在这里，然后这里尖端细，然后越往根部，你越往变粗啊，变粗，好，衔接一下。好，这个柳叶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好，三片有了，两片正的，一片反的啊，这都有了。这里稍微的把这个梗啊，这里稍微的给它来一个小结构啊，小结构，证明是有点转折啊，有点转折，这是临时加的。好，来我们看一看，把它飘起来看，你看很淡的啊，是不是？是极淡的。你看我这下面一衬，线条它是极淡的啊。这个中末啊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脸部，仔细看一看，是不是要淡淡的啊？要这种淡淡的，因为现在我们没有靠不刷底色了啊。不刷底色的话，你这个线条勾出来是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。要是刷底色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些时候你太淡了以后，一刷底色就看不见了啊，你颜色太淡就看不见了，这个正常。所以啊，胡老师说了，你要直接你就把墨控制死了，千万注意该淡的不要重了啊，该淡的不要重了。那好了，剩下我们这个白描课，剩下的其实就好画了啊。咱再仔细分析一下，来，咱们把它翻过来，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剩下就是这些饰品和圆圈圈，圆圈圈比较好难画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了，越细越好。剩余的啊，你看这里是这两个线条，你看这就是我设计的时候啊，觉得是这里对的，然后后期又改的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，你们的底稿我都改过了啊，改的修正过了啊，剩下的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它这里是衣服啊，这里是衣服，这个是绑的这种飘带儿。剩下就是饰品了。对，没有不要求有特别多的这个线条，主要以铁线描为主啊，铁线描为主。像这里还稍微用点衣纹描啊，上面稍微用点衣纹描，其他的也没有。这里你看，这里它就是一个小镯子啊，一个小镯子。还有这个金国啊，金国淡墨啊，你怎么勾都行啊，细一点粗一点都可以啊，淡墨勾嘛，后期啊。你就是勾错了，我们后期也能修得回来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别太错了啊，别太错了啊。剩下的基本就是这样了，用中墨为主了啊，用中墨为主了。个别我再看看有淡墨的地方没有，个别就没了啊，可能就是额头这里啊，额头这里这边的这个，这边这个啊。
含苞欲放的这个莲花啊，含苞欲放的莲花，这个可能啊，这个我可能要给它用淡墨，也是可能啊，就是还有它的金箔啊，这个淡墨，剩下全是中墨，就头发是重墨啊，头发就是油丝苗啊，一根一根的给它油出来啊，油出来就行了。好了，同学们啊，这节课的白描部分我就不多啰嗦了啊，大家开始画吧，好不好？至于这个字体啊，这个瘦金书的这个字啊，它其实写起来的话啊，跟我们这个你就不会写瘦金字，不会写这个瘦金书，你就跟着描呗，是不是？它描起来的话，你可以3指执笔法，也可以4指执笔法啊。你看，比如说是我这个又不是教写字的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一个笔干一点啊，然后往下抓啊，然后你看它一般就是粗细对比，然后折线的时候你需要啊这样的，你看基本的用笔是这样的。啊，基本就出来了啊，基本就它基本的这几个笔法啊，它是固定的，就是什么呢？首先啊，这个瘦金书横着切过来以后啊，它是这样，由粗到细，钉头鼠尾，然后这里回个锋，稍微再切一下啊，哎，这么切一下。竖的话就更容易了，也是钉头鼠尾啊，年管竖下来，由粗到细，哎，这不就出来了。横竖撇儿也是钉头鼠尾。细细的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啊！钉头鼠尾，然后变细，最后中间停一下，摁一下，啊，就出来了。基本就是这样啊，跟咱们画线条的时候，画那个，它很少有蓝叶的啊，很少有蓝叶，可能是那个无字啊，那个蓝叶比较多，是不是？而且有点连笔，其他的都还好说。所以啊，像点儿啊，你就给它挑一下啊，就出来了。注意用这个笔尖啊，注意用这个笔尖。说难也不难，说不难还挺难。反正啊，基本都是钉头鼠尾啊，钉头鼠尾，基本都是钉头鼠尾。因为瘦金书它这个，它这个发明者啊是叫赵佶啊，赵佶是宋徽宗嘛，宋徽宗赵佶，他是工笔花鸟画的一个高手啊。然后从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啊。这个工笔画啊，工笔配瘦金啊，工笔配瘦金，再配上宋词啊，一个绝啊，一个绝字，绝子嘛啊，是不是？就整体来说非常协调，太协调了，太协调，就特别好看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那胡和老师就演示到这儿了啊，我也不给大家演示抄经了啊，我这也不是个教写字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个教画画的。好了，同学们注意了，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这个浓淡墨稿啊，我这个肯定要扫描的，就是我画完以后浓淡墨稿扫出来调出来，你们边画边看我这个稿，拿你们的底稿参照着我这个浓淡墨稿啊仔细看，好不好啊？那好了，同学们，那我们白描课程啊，这节课的白描啊也就到此为止，都40多分钟了，我们接下来进行评图。但是评图之前啊，你们也要注意了啊，想抄经的抄经啊，不想抄经的就可以，我再重讲啊，不想抄经的你就把中间的画出来啊，也是一幅作品啊，也是一幅作品，只不过纸用不了这么大